哎，大家伙儿早喽！10月3号星期五，大家假期愉快。我在武汉的东湖，今天终于把所有的剪辑基本都搞完了，内容也都发完了，事情也都忙完了。现在特别早，现在不到6点，可能一会儿7点酒店吃早饭，吃完早饭7点40去机场回上海。明天早晨想去世纪公园，但是还没有定，应该多半会去。今天轻松跑，现在换季了，是不是？武汉昨天巨热，现在有点凉，现在20度，不知道大本现在体感怎么样了？感觉不热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这2天不是来清宫嘛，然后就见了好多朋友，聊衣服，聊装备。我跟大家简单分享分享。刚才上电梯的时候拍了个照，发了个动态，然后特别逗，一小伙伴说：“嘿，看这一身，猜猜得有多少个品牌？”哎，现在真的是品牌是丰富了。我觉得几年前差不多都不用很久，大概6年前，基本上一身都是 Nike， 从帽子到鞋，应该只有袜子不是，因为袜子太贵了。现在这么多品牌出来，其实我觉得这2天跟朋友聊，也跟清宫的朋友聊，还有跟之前跟其他的人聊，就是得选择自己合适用的。就比方说裤子，你们看我到哪儿老爱穿这个裤子，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得搁相机。所以之前在悉尼的时候跟大家推荐那款弹力怪，但是那个我没有，我这儿差不多有长款，没有短款。我说今年夏天先不买短款，明年再说，因为夏天要过去了嘛。就是我特别需要一个上下开口的兜，这样放相机就方便。这是对裤子的选择。然后那天特别逗，跟人聊，就说其实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腿两侧的兜，哎，看小猫，2只哎，哈，你们好，你们好，拍个照。你好，你好。咱们接着说关于裤子两边有压缩裤的两边这个兜。这个兜那天跟一位朋友聊，我就说，其实这个兜吧，设计的人和穿的人可能感受都不一样，并且呢，不同的时期穿感受都不一样。真的，我就说你瘦到一定程度，男的瘦到一定程度，或者特瘦的小女孩，这个兜里现在放现在的大小的手机其实是挺难的，因为腿半径太细了，半径太细呢，就导致它那个跟手机的接触面特别小，等于它就勒着，所以我很少往大腿这儿放手机。平常我跑步不带手机，就是因为其实我很难找到一个特别合适放的地方。这条裤子放手机也往下坠，因为手机太沉了。我这是个17 Pro， 又沉了一点点。我现在放在后边，放后边的话，那个裤子带就得弄得特别紧。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我不习惯，确实是你跑一会儿就觉不出来了。不，精英。我不知道这个路线是顺时针跑、逆时针跑，我就这么跑了。所以侧边都是一般，像出来旅行放个房卡，我现在房卡放侧边兜里，放薄的。然后比赛的时候放能量胶，特别好使，好拿，然后也不坠。我不太喜欢把能量胶放在前后的兜里。像我比赛的时候，前面的兜里就放2样东西，
一样是我的相机，还有一样是那个液体电解质，或者是以前没有液体电解质的时候片剂的电解质。原来电解质不这么放，后来呢就是无锡那天比赛，我一拿别的东西电解质给带出来，因为太小了掉地下了，一般这种掉地下你就捡不了了。然后包括现在能放东西的臂套也是那个小包装那个液体电解质放进去你掏不出来，太小了。我研究来研究去，现在我这么干，我前面兜里放2个，然后左右的臂套里一个里塞一个，因为前面兜就算好拿也有可能掉出来。然后能量胶就是两边的大腿的兜一边放2个。然后呢你看我比赛中8、16、24，然后30多公里还有一个。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不是大阪马拉松的时候开始调整嘛，就是又加了一个小的，在30公里左右。这小的虽然大多数比赛赛会就我这个成绩能拿到一个，但有时候怕以防万一，我还是多带一个。这个小的放哪儿？这小的放后头，因为我比赛不带手机。如果比赛您带手机，我可以给您这么个建议，就是起跑时候攥手里，然后8公里的时候，因为8公里吃的和30公里吃的这是一样的，吃了以后就吃手里这个就完了。这样这种都是一边放2个能量胶，就我这个身材肯定没问题。如果您再高大一点更没问题。所以就引发出一个小思考，就是并不是全部的服装设计师都是跑步的人，即便是跑步的人呢，可能每个人的状态阶段和能力不一样，想到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这事儿就是集思广益，对不对？然后就是帽子，为什么你们看我出来拍摄比赛都是 Nike 呢？其实帽子谁都差不多，关键问题是现在绝大多数的帽子那个调松紧那个后边那个卡扣都是那种就跟书包那种扣似的，它是有凸起的，我别不了相机。这个事儿呢我也请教过专业的人，人家说是这么考虑的，就是那种魔术贴，就 Nike 这种损耗太快，同时呢它跟衣服洗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丝质的衣服，它一粘上就刮的那个衣服那个一根线，这衣服就能看出来就坏了。我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我能用的这种帽子越来越少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品牌或者好看的样子？因为我看包括轻工包括菲比特这些都是卡扣的形式，卡扣形式就不行了。还有像小伙伴问我这个 Go Ultra， 这 Go Ultra 呢，我现在这帽夹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这就稳妥了。缺点前2天也说了，然后呢也和Inza360的小伙伴们分享，他们说其实也不太能完全理解到设计师的思路，这就是这样。你说一个公司它其实也是有好多不一样的思考和不一样的人，那最后只能做一个决定，或者是增加产品线。他觉得不是有太好的办法，但是Go Ultra默认戴的那个帽夹，我觉得是还有进化的空间。不过它也不太可能在后面生产的设备里或者打包装的设备里放别的新的帽夹了，所以就出这种东西来卖，对不起。然后就是背心儿，我昨天买了一件背心儿，在那个创始店买了一件肯尼亚配色的，但是当时就比较相对有一点点小遗憾。我问店员，我说这个只有这一款面料吗？他们说对，就是不同时期生产，那时候还没有导航大师，它就是传统面料的。我觉得这个公园晚上开灯，天黑的时候比天亮了好看。这次回来买了好多东西，那个大疆新出那麦克风那个手机的连接器我买了一个，那个据说挺带劲的，就挺方便的。幸亏之前买了一个那个小蜜蜂那麦克风的，
这两天拍摄就比较舒适。否则夏天的衣服，尤其是我都是那种运动服装，它特别的薄和软。那大麦克风甚至那个 mini 夹在领子上都往下坠衣服。所以现在买东西和选东西就是各种的比较、做功课、妥协，就特别像那时候 DIY 电脑。对，你看以前不用想买什么，就那么几样，对吧？那时候刚有奔腾系列的时候，大部分就是成品机。后来英特尔出了个赛扬系列，然后再后来 AMD， 对吧？然后再后来独立显卡了，那我选谁呢？各种品牌啊，各种东西就出来了。多了以后买的时候就得研究研究，但是好些时候其实不好研究，因为你也不太能都马上见到真东西去比较或者试着穿，尤其是衣服这东西，虽然说能退换，但是其实我买衣服除了有质量问题，我很少退换。所以我觉得自媒体其实有的时候，推广和宣传在所难免，因为厂商需要宣传，自媒体需要内容，不光是需要挣钱，还需要内容啊。因为你看，如果这个假期我在家躺几天，那我其实就发不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对不对？我也愿意多来看看。所以我觉得只要不过度的夸大，或者不说对不起自己的话，我觉得这种形式挺好的。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相对完整的看一个东西，那就是多听别人看的，这样就能总结出来。就比方说现在这木质相机就是谁家的好啊？我觉得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争吵，或者是一定要非黑即白、非对即错，不是这样的。就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求。其实我觉得木质相机要是能拍 D-Log M 10比特，不管噪点怎么样，或者是暗光表现怎么样，它其实对我来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和我日常拍摄，比方说我这段用的是 Osmo， 用的 Pocket 3，那我的色彩感觉就是统一的。虽然说用别的相机也能调，但是这是它的好处。但是呢，也有它的坏处。这些东西就不是一概而论的。衣服也一样。但是我这人有一个特别好的毛病，就是只要是我花钱买了的，或者是别人送我的，我都觉得挺好的。因为我这么想，就是我要是觉得别人送我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我买了的东西它不好，那我不是有点选错了吗？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儿。趁天亮了，先给你们看，双环加持了，有没有？这个是昨天清宫那个肯尼亚的分享会送的，一个人可以拿一个。另外一个是家属编的。小伙伴们，在酒店的餐厅了，简单吃个饭。看，2窝头，1鸡蛋，玉米，这可能是鸭子，1小口炒饭，1盘沙拉，这我不知道是什么，是个点心可能，1块西瓜，美式。清晨的热咖啡。愉快的3天的武汉行程就结束了，一会儿直接去机场。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